从来没有像我这样爱得到还喜欢感激的人吧。诚然的这一刀，换了他心里的痛，更解了我的困，终于让我逃离了漫长的纠结和窒息的痛苦，躲进没有痛感的黑洞，藏在可以不再被理智与情感撕扯的地方，长长的睡上一觉了。来，这接过去。哎呀，可想念你做的饭和菜了。馋我的饭了是吧？那呀，今天就把这些全吃光，也算是庆祝了。庆祝什么呀？你爸呀，今天跟我悄悄透露了，专案组的内奸抓到了，而且已经逮捕了。那我岂不是就可以回家住了？不可以，在庭审没有宣判之前，任何危险和意外都可能发生。你只有待在这儿，有人保护才最安全。唉，妈，你都不知道，我待在这儿一点点时间概念都没有。我每天去楼下散步，身后总是跟着2个小尾巴，跟犯人没什么两样。这一天天的时间过得好漫长啊，感觉一天过了好几天。不像我在美国的时候，恨不得1分钟掰成2半，嗖一下1天就过去了，嗖2下1周就过去了。对了，舒澈今天往家里打了个电话。他怎么知道我们家电话呀？他从北大法学院那儿弄到的。他回来了。那他已经知道他家出事了。但是他对你为什么离开好像一无所知。他说什么？他就一直在追问你为什么失踪失联。你怎么说呀？我能说什么呢？我就跟他讲，时间会告诉他一切的。以后你会跟他解释的。啊，他还让我转告你一句话。什么？他说不管因为什么，不管发生什么，他都会一直等着你。他还什么都不知道。他不知道我在他家的灾难里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他不知道再次见到我是在什么样的场合。晴，他早晚会明白，你不是有意欺骗的，你也不希望这样。多希望他什么都不知道，多希望时间可以停止，他永远都不知道就好了。时间过得很慢，很慢。
但他并没有随我的愿停下来，只是停下了我和舒澈妙莹的流血。我们3人待在抽丝拉线的时间里，等待着同一天的到来。你怎么来了？爸，青儿，我必须要和你谈一谈，这件事情事关重大。什么事儿啊？你坐那说。今天啊，城委的特别助理汪若楠又供述了一个我们之前不掌握的新情况，很有可能牵扯出新的犯罪事实。根据他的供述，城委曾经出资在美国注册了一家风投公司，向舒澈的田园科技投资了300万美金，之后又授意他在美国的伙伴公司把业务指定承包给舒澈的公司，并且支付了远远高于报价的费用，让舒澈赚取了巨额的利润。城委就是通过这种投资经商的方式，乔装改扮，变相的行贿输枉，把舒澈的公司变成了他们行贿受贿的资金周转平台。青儿，你曾经担任田园科技的法务，公司的合同都经由你手，公司的账目收支，你也不会一无所知。对这些情况，你了解吗？你全都知道，对吧？你明明知道我在侦办此案，明明知道检察院正在搜集汇总城委书望行贿受贿的犯罪证据，却对自己掌握的重大犯罪线索知情不报。你是怕舒澈牵扯进去，对吧？好啊，城委不说，书望不说，你和舒澈也不说。如果不是汪若楠立功心切，想把自己摘得更干净，那这么重大的一部分犯罪事实，这么新型的行贿受贿的手段，就被掩盖了。小青啊，你也是学法律的，也是未来的法律从业者，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也将会成为你的信条。对事实隐瞒不报，无异于是同流合污、助纣为虐呀！你别忙着上纲上线，凭什么亲人都得知道啊？他是法务又不是财务。既然是新型的行贿受贿，既然是用办公司投资经商的高明手段乔装改扮，在合同和账目上都找不到法律的漏洞，他们在桌面下的这些勾当和伎俩，亲人怎么会知道呢？我肯定他知道。青儿，事到如今，你不能再对我有丝毫隐瞒了。法律规定，每个知情的公民都必须履行作证的义务。你必须接受检察院和检察官的正式盘问，交代你在担任法务期间经手和了解的舒澈公司的合同和账目状况。你还真把闺女当犯罪嫌疑人审呐？于私，你也需要告诉我，
你和舒澈的关系究竟到什么程度了，这一点至关重要。这决定了你在案件当中的身份和立场。因为如果证据确凿的话，舒澈即使不被追究法律责任，也事实上参与了犯罪，成为了舒旺索贿受贿链条当中的一环。你想要了解的真相，我都知道。正因为知道，我才可以100%的确定舒澈的行为丝毫不触犯法律。也正因为如此，我才心安理得的没有告诉你这一切。那么舒澈是不是接受了程伟300万美金的投资？是不是接受了伟业的伙伴公司的业务合同，并赚取了巨额的利润？风投注资和华龙 OA 系统升级，这2个合约都是我亲自过手的。那还不是触犯法律吗？没有，因为舒澈他把300万美金的风投和承包华龙业务的170万利润，分文不差地退回给了这2家公司。因为舒澈的拒绝，陈伟变相行贿的企图没有实现。这些你都是可以去查的，在田园科技的账目上清清楚楚地印证了我说的这些事实。你是说，舒澈把那些钱全都退回去了？没有想到，对吗？谁都不会想到，就连和舒澈一起创业的小伙伴们，他们都无法理解他的退款行为，因为在大家眼里，这笔钱来得光明正大。更让人想不到的是，舒澈为了防止陈伟利用他公司行贿的可能，他不顾全公司的反对，暂停了田园科技的所有业务，并且不惜停止千辛万苦研发出来的域名解析服务器的市场推广。你看看，多干净的孩子！请你们去调查团队的每一位成员，让他们告诉你，舒澈做了一件在别人眼里多么匪夷所思的事情，让安妮来告诉你们，她是多么的百思不得其解，但不得不执行舒澈的指令，将那2笔款项打回给风投和华龙的账户，使得田园科技的账户一夜之间清零，甚至负债，付不出员工的薪水。我陪着舒澈经历了这所有的一切，从开始他对父辈权商勾结的一无所知，到他对唾手可得的钱感到不安和受之有祸，再到最后他专程回国向他的父亲追问究竟。他所走的每一步路，我都清清楚楚地看在眼里。但这所有的一切，除了我之外，他没有任何人可以去倾诉。他没有办法阻止父辈之间的利益捆绑，他对他们之间的潜规则无能为力。但至少他做到了他曾经自己说过的一句话：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改变这个世界，但至少可以不被改变。很好，晴儿，你现在是舒旺受贿案最至关重要的成员。你不但要证明刘彩琪提供证据的合法性，同时还要证明程伟通过舒澈公司变相行贿。更重要的是，你要证明舒澈的清白。晴儿，你是这场国家诉讼的胜负手。这是田园科技过去2年银行的流水，每一项收入和支出都有清晰的显示，请你确认一下。
确认没有问题。你能告诉我们为什么将300万美金退还风投，以及为什么退还170万给北美华龙吗？因为我怀疑这笔风投融资跟程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甚至很有可能幕后出资的人就是他。虽然这一点我到现在只是猜测，也没有能够证明他的证据。至于华龙的业务，他们一点遮掩都没有，直接告诉我这是伟业送给我的大礼。从公司营运的账目来看，这些钱的来历没有问题。为什么你选择不要了呢？因为我清楚他们是什么，我只遵循我自己的内心。最后一个问题，这一切你父亲舒望知情吗？朱策，我们问的是你爸知道这些事情吗？如果知道的话，他的态度是什么？他不知道。你确认？我确认。这是你和我们的谈话笔录，请你确认无误。如果没有篡改你的话，之后请在上面签名。现在你可以离开了。谢谢你配合我们调查。谢谢，谢谢。舒澈被检察院约谈了，他的陈述跟你的说法是一致的，这也跟我们对田园科技的账目以及公司员工的调查结果互为印证。除了一点。哪一点？舒澈说，舒望对这一切都不知情。他是想保护他爸。
尽可能为他减责。嗯。那舒澈现在还会被追究责任吗？虽然他退回了变相贿赂金，但是这一部分的事实仍然会被列入起诉书，作为程伟行贿未遂的证据。法院什么时候开庭？很快。晴儿，你作为公诉方的证人，你至少要出庭2次。2次？对。第一次呢，是当公诉方举证刘彩琪的证据的时候，你必须出庭，证明其真实性，证明他们是经由你的手，来自于已经死亡的刘彩琪本人。这我知道。那第2次呢？第2次出庭，你会被要求陈述在担任田园科技的法务期间，经手的合同和了解的账目情况。田园科技的情况，你们不都已经查得很清楚了吗？而且还有安妮和彭一他们的证人证言，为什么非得我上庭去作证呢？因为除了你，没有人能证明舒澈在说谎，说他爸不知情。你要我在法庭上当庭戳穿他？这一点将会影响到舒旺的最终量刑。爸，你让我把舒澈只对我一个人分享的秘密和隐私，把他对我的信任和依赖，把我们的爱情当作反击他的证词，当作制裁他爸爸的法律武器。你让我在法庭上怎么去面对他？你让我以后怎么去面对他？如果我按照你说的所有的都这么去做了，我跟他的一切就都毁了。请大家安静，全体起立。请审判长、审判员入厅就座。请坐下。燕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一厅对燕州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舒旺涉嫌受贿一案，现在予以公开审理。传被告人舒旺到庭。现在进行法庭调查，请公诉人宣读起诉书。好，
被告人舒旺，在其担任燕州市副市长期间，于2011年至2014年，利用职务之便，接受伟业集团董事长程伟的请托，为其谋取利益。在伟业集团取得市政府地铁项目投标地铁车厢制造权的过程当中，非法收受程伟贿赂的财物、房产，共计折合人民币5624万元，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85条、第386条之规定，应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你对起诉书中指控你的犯罪事实和罪名有无异议？没有。现在由辩控双方举证，请公诉人向法庭出示证据。公诉人向法庭出示第一组证据。公诉人向法庭出示第二组证据。公诉人向法庭出示第三组证据。现在法庭进入证人质证阶段，法庭传唤公诉方证人肖青出庭作证。证人要如实提供证言，有意作伪证或藏匿罪证的，要承担法律责任，清楚吗？清楚了。现在由公诉人向证人提问。肖青，你认识证人刘彩琪吗？认识，但我们只见过一面。证人刘彩琪提供的证据，成为起诉书中第一组指控被告人现金贿赂，第二组指控被告人收受房产贿赂的重大依据。作为程伟曾经的特别助理，以及舒旺的情人，他的多重身份确保了其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但是，非常不幸，他在2014年11月27日于美国家中意外身亡，无法到庭履行证人义务。为了证实刘彩琪所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公诉方请另外一位证人肖青到庭陈述，他本人如何在刘彩琪死亡前1小时被其约到家中，并向证人肖青交付了今天公诉方提交法庭的刘彩琪的全部证据。2014年11月27日下午3点，我按照约定来到美国旧金山富人区刘彩琪居住的别墅。请坐。硬盘里的电子文件我都有拷贝，纸质单据我也留了复印件，但是所有的原件都在这个文件袋里。离开刘彩琪家的第2天，我在媒体报道上看到了她的死讯。
随即，我被采取了保护措施，离开旧金山回国，直到今天出庭。我确认保证，刘彩琪死亡当天，亲手交给我的证据，完好无损地递交给司法机关。别动我东西！下面由被告辩护人向证人发问。我想请问证人肖青，你的身份只是旧金山某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的普通留学生，为什么是你到刘彩琪家获取他本应提交给司法机关的本案证据？为什么你有关系和渠道把这些证据传递给负责侦查本案的专案组检察官？因为我应检察官本人要求，替他前往刘彩琪家取证据。虽然在这之前，谁都没有告诉我那是什么。检察官为什么委托你代为前往？因为他当时来不了旧金山，但出于对证据的保护，他和刘彩琪达成一致，把证据交由我来暂时保管。专案组检察官为什么如此的信任你，把如此重要的事情托付给你？你跟他什么关系？检察官是我父亲。一起重大案件的取证，却是通过一对父女过家家一样的内部传递。这些证据的真实性，难道不应该被质疑吗？他是我爸。您是肖叔叔啊，舒澈，你好。肖叔叔啊，您是做什么工作的呀？啊，政府机关，国家公务员。请证人退庭。
你爸他看上去还好，挺好的，跟过去差不多。下次庭审的时间宣布了吗？我要是身体好一点，我也去听听。你还是别去了。你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养好身体，不要被任何事情影响。您放心，一切有我。妈听你的。你怎么样？都好吗？我挺好的，你放心吧啊。妈没事，妈没事。无论将来发生什么，就算你怀疑一切，都不要怀疑。我爱你。
上个洗手间。马上开始了。我很快回来。从来没有像我这样爱得到，还喜欢感激的人吧。常然的这一刀，换了他心里的痛，更解了我的困，终于让我逃离了漫长的纠结和窒息的痛苦，躲进没有痛感的黑洞，藏在可以不再被理智与情感撕扯的地方，长长的睡上一觉了。在我这个长长的觉里，
发生了很多很多事情。本院认为，被告人舒旺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程伟赠与的财物和房产。公诉机关指控舒旺受贿人民币5624万元的事实清楚，贪污人民币500万元，接受程伟请托，利用职务便利为相关单位和个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程伟赠与的财物和房产，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舒旺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致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其行为已构成滥用职权罪，情节特别严重。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予以采纳。被告人舒旺如实供述罪行，认罪悔罪，主动上交全部的赃款赃物，其家人代为抵交受贿所得赃款，可以从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85条第1款、第386条、第61条、第57条第1款、第59条、第64条之规定，妈，儿子不孝，在您最需要支撑的时候，我自私的走了，很抱歉。面对发生的一切，我最终选择了逃避。请给我一些时间，说不清会是多久，让我重新建立起一些东西，比如相信，比如希望。妈，照顾好自己，还有我爸。儿子，撤了。他走得干干脆脆，一了百了，扔下了他的学业、他的事业、他的亲人，一次被利益，一次被正义，毁掉了2次的爱情。所以那个 app 做完之后，到时候再拉一个天使投资。反正这方面的事情，我还没有想到这一步。对，然后我想的是，要不。
我其实一直有句话想跟你说，你千万不要为自己没有做错的事情感到抱歉和内疚。妙阳，不管你怎么恨我，我都不想失去你这个朋友。我们永远都会是朋友。小青啊，我托海关的朋友查了舒澈的出入境记录了。有吗？你别说，还真有。他果真是去了国外，不在国内。他去了哪个国家？庭审结束以后啊，他就一路游历了很多的国家，最后一站到了柬埔寨。柬埔寨？对呀，之后啊，他有过一次返回北京的入境记录，然后呢，去柬埔寨领事馆申请了工作签证，就又返回了柬埔寨了。工作签证？他在柬埔寨做什么呢？我呀也托朋友问了金边的中国大使馆，那边只是告诉我确认了舒澈2次入境柬埔寨，然后就没有离开。至于他在哪儿，他们也没办法找到他。怎么才能找到他呢？ The Silicon Valley giant tech companies like Facebook, Google, and Apple usually contact me around this time of year and ask for my recommendation of outstanding graduates. If you decide to stay, they can promise to get you an H-1B by May of next year. Getting into one of these giant internet tech companies means that you'd be in the middle class. Be earning up to $80,000 a year. Be part of the American mainstream. Not only that, these internet tech companies have very stable growth. You'd have a stable income and a safe, shadowless life path ahead of you. Why are you still hesitating, Ming Ming? I know. If I choose to stay, it means I can get into the safe box and live a worldless life. Ever after with safety and stability. I know what your family's like, and I know your personal life experience quite well. What you have here is a small miracle that you've achieved with your dedication and using your intelligence. It's a dream that you've come from a working family that couldn't even afford to study abroad. It's a dream that's only achievable in America. If you go back to China, will you have a stable income in a safe and free market? Please reconsider carefully. You're giving up your dream of becoming an American attorney and an official post at MTA so that you can join a 6-month internship at the United Nations in which you have to pay for your own round-trip ticket and your own accommodations. All so that you can look for somebody in Cambodia. I just really don't understand. Are you sure that you want to do this? Well,
I hope you find him. Thank you. 艾瑞克教授是真心设身处地的为你着想，你应该留在这里。美国是一个鼓励自我奋斗的国家，你凭借自我奋斗赢得那么好的就业机会，将来可以依托硅谷的产业和地域优势，把田园科技发展壮大。无论对你个人还是公司和团队，留在美国都意味着优越、稳定和发展，特别是稳定。你不是一直希望爸爸妈妈的生活质量有所提高吗？这对他们老年生活也有保障，这就是你一直所追求的呀。可我想和你在一起。可是我们事业不在一起，人生道路就未必能合到一处去。况且我回国是出国留学前就定好了的，现在加上我爸又出了事儿，这1年多，伟业被处罚，地铁车厢项目中标全被剥夺，股票一落千丈，还拖欠了巨额的银行贷款。现在公司经营停滞，银行催贷，薪资拖欠，种种雪上加霜。我回去将面临的是一个烂摊子，一个岌岌可危、摇摇欲坠的公司。我不知道我到底有没有能力让他起死回生。所以我更要在这个时候陪在你身边。那你现在的事业，你的生活，你辛辛苦苦奋斗来之不易的一切，你能说不要就不要了吗？你跟我回国，国内的行业竞争激烈，事业前景充满了不确定性，而且你发展科技公司又失去了依托硅谷的优势，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明智之选。而且两个人在一起，如果不能两个人一起都好，反而因为我的不好拖累了你，我们厮守捆绑在一起，又有什么意义呢？这回真的要走了？这回一走，应该就不回来了吧？抱歉，帮你看。其实，我心里一直有一个秘密，我不敢让你知道，因为我怕我告诉你了就把你吓跑了。你经常跟我说，
让我去找一个能让我幸福、让我快乐的人。我一直不敢告诉你，这个人其实我已经找到了，他就在我身边，我能够守着他，能够看见他，我就是快乐的。我怕如果我让你知道这个人就是你，我就会把你吓跑。没想到我忍了这么久，是你最后还是要走。妙言，让我跟你一起走吧。过去你是我的一切，未来你仍然是我的一切。只要有你在的地方，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嫁给我吧。对不起，我不能接受。为什么？你是为了拯救我，才做出来跟我一起回去的决定吧？你用不着自我牺牲，搞得这么悲壮。你牺牲了自己的前途，对我即将要回去面对的一切毫无帮助，没有任何意义。你是怕你拖累我，才故意要推开我，是吧？你相信我，这个时候你需要我，妙言。我现在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
别管我们了，你走吧。一路平安。你也是，一路平安。回国之后要好好照顾自己啊。到柬埔寨要好好照顾自己。你干嘛呀？太巧了，我们坐同一班飞机回国。你怎么那么死皮赖脸呀？我的爱情全靠你，我的成功全靠赖。杨洋，我终于想明白一件事儿，不是你需要我，而是我需要你。我在这里，一直在这里，在这里等你，和你数天上的星星，来不及说爱你，我多想将一生托付你。
社的任何联系方式，他没有留给我们。他像是不想被人找到。他是这样的。师哥，总有什么办法吧？我们该去哪儿找他？去当地渔村看看吧，兴许能找到一些线索。或者去我们捐助的学校，他有时候会去那上课。那我们走吧。好，谢谢你们提供的信息。不客气。抱歉，我们知道的也有限，帮不了你。已经很宝贵了。走吧。哎，你们要去雨林吗？对啊。我想明白了。明白什么？当地人一问三不知，不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而是宿舍不希望自己被任何人找到，尤其是被中国人找到，所以全村的人就成了他的包庇者。我就说嘛，他在当地是名人，不可能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费了这么大劲儿，就差最后这一步，怎么办呢？需要重新找新的突破口了。ណាបងប្អូនស្គាល់ Twitter ទេដឹងតែគាត់នៅណាទេអាចនាំពូទៅជួបគាត់បានទេនាំពូជួប Twitter សក្លាដ៏ឆ្ងាញ់នេះឲ្យពួកឯងនាំពូរកឃើញគាត់សក្លាទីនេះឲ្យពួកឯងឲ្យពួកឯងទាំងអស់យកទៅ但人弄到。耶，他说什么？他带我们去找。给他们，给他们。来吧。
算你怀疑一切，都不要怀疑。我爱你。陈然还有半年出狱，玉凯的买手店也上了轨道，正在筹划选址，准备开第2家。廖颖主持伟业，度过了最艰难的阶段。倪明和他回国后，建起了销售网络和自己的推广团队。你的域名解析服务器，每月以惊人的销售业绩在扩张。华南和华东的市场份额已经和进口服务器分庭抗礼，打败他们，垄断全国市场指日可待。倪明在准备公司上市，你的田园科技仍然给你保留着40%以上的原始股份额。
你还打算在这里待多久？田园始终是你的田园，你既然有勇气将它荒芜，你就应该有勇气将它重建。我习惯了这儿的宁静，不知道还能不能适应大城市的喧嚣。此后几个月，只要挤出几天假期，我就从金边出发，前往西海岸的雨林，去看书车。这个半年一晃而过，结束了180天的联合国实习生工作之后，我最后一次飞向书车。而这一次是我最后的机会。明天我就要回去了。你跟我回去吗？
Miss, this time is go to the please. Okay, thank you. 上去吧。嘿。一路平安。爱与恨的边际，问你为何会在意，直到现在还惦记，归去你还在我身分开，心回来，记得这
爱，我们明白，这就是爱，这就是爱。怎么了？我又错了？我今天想了一整天，确认了一件事儿。啊？你居然从来没有对我说过一个爱字儿。啊？要说嘛，这会不会太肤浅？要说，必须说。而且我要你今天把所有欠我的爱字一次性给我说完。说不说嘛？说不说？说不说？都这么大人了，你怎么还闹呢？不行，都要现在说。停吧，晚。不行，现在立刻马上。哎，你说你就不能让我用一生诠释我们的爱吗？不行，不要现在说。好了，你。面试就要开始了，这是所有应聘者的简历，谢谢。不好意思啊，和客户见面晚了半小时，久等了。啊，没关系。
那么我们现在开始。你在美国一共留学几年？8年。你有斯坦德商学院硕士学位，又有一份未完成的法学院硕士学位，为什么还回过来求职一份律所实习生的职位？因为归去来兮，田园将如胡不归？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我当初心里要是有你说的那个怕，就不会在这儿了。好了，你终于如愿了。以后我再也给不了你任何庇护和扶持了，一切只能靠你自己了。我想让您知道，无论您给我的是荣是辱，是锦衣玉食，还是粗茶淡饭，我都能凭借自己